不自驾玩转冲绳。今天我们利用冲绳的单轨电车捷星电车继续那霸市区之旅，游览还在修复中的世界遗产首里城，到那霸新都心区域的冲绳博物馆了解琉球王国的历史，再到旁边的 DFS 免税店买。捷星电车的车资根据距离远近，资费从250日元到390日元不等。购买一日券的话是1000日元。值得一提的是，一日券按24小时有效期计算，所以如果行程安排合适的话，可以将往返那霸机场的一程也涵盖在内。电车不支持冲绳 OK 卡以外的任何交通卡，这点要注意。怡保站或是首里站都可以到达首里城。怡保站离正门会更近一些，但也需要步行15分钟左右。首里城公园坐落于那霸市海拔约120米的高地上，是琉球王国的象征。从1429年开始作为琉球王朝的居城，它融合了中国与日本筑城文化的独特建筑式样以及石器技术，拥有很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综合案内所这里除了提供首里城信息以外，也有商店和餐厅供游客休息，可以租借和服，用自己的相机拍照，一次1500日元。这座中式风格的牌楼式建筑是首里门，匾额上原书首里二字。因明朝万历皇帝的册封诏书中有惟儿琉球国原处海滨客尊生教世修直贡俗称受理之邦之句，于是将首里门的匾额换成了首里之邦4个字。每当中国册封使来琉球，国王和琉球的官员都要在首里门迎接册封使，在宫殿里接诏，行3跪9叩之礼。远比乌武御月石门是琉球国王在巡游各地前祈求平安的祭拜所，门内有一片称为御月的树林，是琉球信仰的圣域。欢会门是首里城的正门，名字意为欢迎中国皇帝的使者、册封使等访客。首里城公园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穿着琉球传统服饰，据说很多都是琉球原住民。2000年12月，首里城被认定为日本第11个世界文化遗产。除少部分宫殿和遗址外，首里城公园的大部分区域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石阶右侧有一处自龙口涌出的泉水，故名龙通。土泉石龙于500年前传自中国，龙通水曾被用于王国的饮用水。据传，当中国册封使来琉球时，每天的饮用水也是从此处运取的。瑞泉门取赞美龙通水是吉祥泉水之意。2019年10月31日凌晨，首里城发生大火，正殿、南殿和北殿几乎全部被烧毁，约有420件存放于正殿中的文物被烧毁。
2022年，首里城正殿的修复工程正式动工，预计在2026年秋季完工。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之御庭是正殿举行各种仪式时等候入场的地方。从这里再往前就是收费区域，需要在此购买门票。使用电车一日券，门票可以打8折。奉神门是首里城通往御庭的最后一道城门，它有3个出入口，中央的门只有国王和身份高贵的人才能通过，左右的2扇是给家臣用的。曾经的首里城正殿是以红色为基调的琉球王国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吸收了来自中国和日本2方面的文化元素。国王的宝座正上方悬挂有3幅中国皇帝的匾额，分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所赠。原版的真迹实际上早在2战时就已被烧毁。修建中的正殿完全被罩住了，但游客还是可以进入观看修复过程。每一层都有这样的一小块区域供游客参观，边上展示各种修复工事和正殿在火灾后残留的一部分物件。可以看到整体结构已经复原的差不多了，应该就差最后的装饰阶段了。外墙画着1比1的黄金御殿图案，相信完成后的建筑一定很宏伟。对面的市夸店里可以给明信片盖纪念印章，特定的时段还会有传统的琉球舞表演。再往上走是首里城宫殿建筑遗址。这里是那霸制高点之一，可以俯瞰那霸市区，远眺大海。从这里往前可以不走回头路，从另一座大门祭祀门出去。祭祀门出去后，离电车首里站会更近一些。
坐电车到歌丁站，就是那霸新都心区域，包括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DFS 免税店、无印良品和优衣库都在这里。冲绳县立博物馆与美术馆在一个建筑中，整个建筑整体以琉球石灰岩与海沙为主要材质，模拟冲绳城的结构，包含了双层墙体，可以有效隔热和抗台风。场馆外展示了冲绳传统的高仓与民家布局。整个博物馆设置了5个盖章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找。进门后，左边这里提供免费的导览机，有日语、英语、中文、韩语和西班牙语5种语言。用笔在地图板上按压序号，就能在耳机里听到相应的讲解。馆内不许摄影，部分展品也不能拍照，需要注意一下。美术馆里正在举行 Hello Kitty 的特展。外面室外庭院也有一些作品展出。展馆规模不大，细细参观的话也只需要1-2个小时就够了。DFS 免税店离博物馆大概10分钟步行距离。里面专门辟出一块区域，销售冲绳特产产品、伴手礼。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档次的品牌。免税店很大，但人不多，购物体验很棒，非常适合离开冲绳前来一次血拼。